现以为夏天的北海道富良野拍出来的照片是这样，但现实中，如果你睡到自然醒才出发，你的照片背景绝对会变成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今天这集15分钟的特别企划，我们要来拯救你的夏日花海大片。7月底到8月初是北海道薰衣草最美的季节，但也是游览车大军最可怕的季节。不想大老远飞去富良野，结果只看到满满的人头吗？小玉要大公开，绝对能避开人潮的黄金时段，还有连导航都不一定找得到的美瑛私房隐藏版秘境。我们先来聊聊大家排行程绝对会写上去的必考题：富田农场 Farm Tomita。这里的薰衣草花田真的是世界级的绝景，不仅免费入场，还超好逛。但你知道吗？这里的观光旅行团大约会在早上9点半之后开始像蝗虫一样涌入。如果你们一家4口早上在饭店悠哉吃完早餐，10点半才开车抵达，我保证，光是排队等着进停车场，就会让架子座的爸爸先崩溃一半。好不容易贼进去，不管你怎么调角度，照片里永远会出现陌生人的半颗头或自拍棒。所以，小玉的黄金避坑守则第1条，请在早上8点以前抵达富田农场。大家别忘了，富田农场是开放式的自然景点，没有大门管制。早上7点半的阳光最柔和，那时候只有少数的自驾散客，空气微凉，还带着非常舒服的薰衣草香。你们全家可以包下整片紫色花海，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就是 VIP 包场的爽度。等到9点半游览车大军开始抵达时，你们早就拍满美照，准备吃哈密瓜了。当你们吃饱喝足离开，看着对向车道塞满了要进农场的车，是不是觉得有一种内行的优越感？这就是自驾的最大优势，用时差来换取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搞定了富良野的富田农场，接下来我们要往北开，进入美瑛的拼布之丘。美瑛的风景跟富良野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大片的薰衣草，而是高低起伏的丘陵与农田，就像上帝在大地上铺了一张一望无际的彩色拼布一样，美到让人窒息。但是美瑛的景点非常分散，很多都是在农田的中央，像是孤单的一棵树。在这里开车有2个自驾地雷，踩到了你真的会变成当地人最讨厌的失格旅人。第一个自驾地雷，也是让美瑛农民最头痛的问题：随意路边停车。美瑛的丘陵农道很多都是农用机具在行驶的单线道，完全没有规划路肩。你为了拍那棵有名的 Ken 和 Mary 之树，随便把休旅车停在路边，不仅非常危险，更会阻碍当地农民的工作。请务必导航到专属停车场再步行。第2个地雷，绝对不能犯，为了拍照踩进农田里。你以为你只踩进去1步，但鞋底可能带有从别处来的病虫害或细菌，这会导致整片农作物生病甚至死掉，让农民1整年的心血全毁。有名的哲学之树，就是因为太多观光客踩踏农田，最后地主心碎把它砍掉了。所以小玉拜托大家，不管眼前的风景多美，只在柏油路上拍照，做个有素养的旅人。好，严肃的规矩说完了，现在小玉要来大放送了。大家去美瑛通常只会去拼布之丘跟超广角之路这2大经典路线，对吧？那边当然很美，但游览车也多到爆炸。今天我要给你一条隐藏版秘境路线，保证你看不到游览车，
而且随便拍都是明信片等级的空景。准备好你的笔记本。第一个私房景点新荣之丘展望公园。比起著名的四季彩之丘，这里的名气没那么大，但却拥有美英最无敌的夕阳美景。它位在一个制高点，有一整片向日葵花田。在夏天的傍晚时分，看着金黄色的夕阳把起伏的丘陵跟麦田染成橘红色，那种壮阔感真的会让人感动。重点是旁边有一个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爸爸开着7人座休旅车，随便都能轻松停进去。第二个秘境，千代田之丘展望台。千代田の丘，这个展望台的造型很像一个白色的水塔，你必须开车爬上一段小山坡才能抵达。上去之后是真正的360度零死角，超级无敌大连峰全景。你可以看到远方覆盖着白雪的高山，跟近处绿油油的农田形成强烈对比。这里因为游览车根本开不上来，所以非常幽静，微风吹过来超级舒服。小玉超推荐去便利商店买个便当或饭团带上来这里吃。全家坐在草地上野餐，看着这种100万级的风景发呆，让孩子在旁边安全的草地跑跳。这才是出国度假的真谛啊！不用赶行程，就是好好享受大自然。第三个秘境也是很多摄影师的私房名单，三爱之丘展望公园。三爱の丘。这里最特别的是，如果天气好，你能看到像欧洲瑞士一样的梦幻风景。起伏的绿色山坡点缀着几栋红屋顶的小农舍，背景是雄伟的大雪山。这里也是绝对的空警保证班，没有路人甲乙丙丁会来烦你们。这个广阔的空间刚好可以让小孩尽情发挥创意，全家在这里一起拍出最棒的跳跃照，留下完美的家庭回忆。但是这3个秘境虽然美，如果你只靠 Google Maps 导航，绝对会出事。因为美英很多农道没有名字， Google Maps 常常会把休旅车导进两旁比车还高的玉米田小路里迷航。所以小玉已经把这3个私房景点精准的 Map Code 全部整理在我的大礼包里了。注入 Map Code， 车用导航就会带你们走宽敞的柏油路，精准抵达停车场。拿到精准的 Map Code 后，我们继续在美英的丘陵上奔驰吧。接下来这个地方绝对会让后座的孩子们精神100倍，它是一条超刺激的直线公路，叫做云霄飞车之路 Jet Coaster Road。 这是一条长达2.5公里的笔直道路，但伴随着极度剧烈的高低起伏。视觉上看起来，前面的路就像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一样，非常壮观。当爸爸开着车顺着陡坡往下俯冲，然后又迎面爬上另一个高点时，那种重力加速度的感觉，保证让后座的2个孩子像坐游乐设施一样尖叫连连。这就是自驾才能拥有的专属乐趣，整台车充满了全家人的欢笑声。强烈建议大家把车窗摇下来，让夏天的微风直接吹进车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小麦的香气，这种感官体验是坐在冷气房里绝对感受不到的。跑了一整天户外行程，孩子们放足了电，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傍晚。这个时候的气温变得非常凉爽，全家人也准备要去吃晚餐了。但吃晚餐前或者吃完晚餐后，我们还有一个压轴的梦幻行程要走。那是一个隐藏在森林里，只要天一黑就会变成童话世界的地方，保证让妈妈少女心大爆发，孩子们也会觉得自己走进了精灵的村庄。小玉强烈首推位于新富良野王子大饭店旁的森林精灵露台 Ningo Terrace， 这里千万别大白天来，傍晚点灯后才是它的完全体。
下一段我们就要走进这个充满魔法的森林聚落咯。隐藏在森林里一栋栋木造的可爱小木屋，点着温暖的黄光。走在里面的木栈道，就像真的走进了吉卜力动画里的小矮人村庄一样，极度梦幻。这里其实是由15栋小木屋组成的聚落，里面驻扎了许多在地职人，有专门做木工的、皮件的，还有银饰达人。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致的文创小物。妈妈走进这里，绝对会逛到失心疯。每一件手作商品都超级可爱，而且独一无二。如果想坐下来休息，这里还隐藏着一间非常有名的咖啡馆，叫做森之食记。你可以走进去，坐在温暖的木质吧台前，亲手用老式的手摇磨豆机磨制自己的咖啡豆，感受咖啡香气在温暖的木屋里渐渐散开。这绝对是大人专属的浪漫时光。在微凉的夏夜森林里散步，绝对能为你们全家一天的行程画下最完美的句点。大家发现了吗？这种早起冲大景，下午走秘境，傍晚逛点灯的节奏，完美避开了游览车的拥挤，也完美避开了正中午北海道最毒辣的太阳。爸爸开车不用一直塞车排队，不用找车位找到生气，情绪稳定。孩子们不用在大太阳下走到中暑发脾气，还能在云霄飞车之路上开心尖叫。而妈妈也能收获满满没有路人甲的绝美家庭合照。这才是带家人出国自驾度假最该追求的高品质体验。旅行从来都不是为了在清单上打勾，而是为了创造全家人共同的美好回忆。今天介绍的这些隐藏版秘境、云霄飞车之路，还有精灵露台的精准定位，因为很多都非常隐秘， Google Maps 找不到，所以我通通收录在小玉为你准备的北海道自驾终极保命大礼包里面了。只要照着导航输入 Map Code， 保证带你们全家直达绝景不迷路。想要索取这份免费 PDF 的朋友，现在就往下滑，在留言区告诉我，今天介绍的这些私房秘境，你最想带家人去哪一个景点拍大合照呢？只要留下你的答案，小玉就会亲自私讯，把这份超实用的秘籍免费送给你哦。行程排得再好，开车距离没算准，也是一场灾难。下一集我们要来破解排行程最容易踩的地图距离陷阱。别以为一天开5小时很轻松，自驾排行程的黄金移动定律，教你精算开车时间，千万别错过。如果你觉得今天这15分钟的内容对你的暑假规划有帮助，请务必帮我按赞、订阅，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集的精彩攻略哦。我是小玉，祝你们的北海道夏日大片每一张都美到发泡。我们下集见，拜拜。